Hi,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好，今天呢，我要给各位开箱一副我觉得蛮兴奋的塔罗牌哦。没错，就是各位在画面上看到这个 Titanic Tarot Cards 铁达尼塔罗牌。这副塔罗牌呢是由一位美国的作者 Robert Tomlinson 他所创作的哦。那这个 Robert 呢，他早些时候有用他自己的姓氏设立了一个公司，叫做 Tomlinson Playing Card Company。那后来这个公司呢，它改了一个名称，叫做 Barclay Martin Corporation。那他们的产品呢，就是以生产、制作还有贩售扑克牌为主。那其实早在2014年的时候啊，这个作者 Robert 他就已经创作过一副以铁达尼为主的扑克牌哦。那当时这个扑克牌呢，他也获得了蛮不错的评价。后来呢，因为作者他表示，结束了这个扑克牌的创作之后，他常常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会梦到铁达尼。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这种托梦的概念哈，但总之呢，就是在这个梦里头啊，他有非常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画面哦。那也因为这个画面呢，所以促使 Robert 他想要来创作一副以铁达尼为主题的塔罗牌哦。那于是呢，这个塔罗牌就诞生了。那当然，这个画面啊，这个令 Robert 印象深刻的画面啊，它一样也被设计到这个牌卡当中哦。那在2020年呢，作者 Robert 呢，在全球最大的募资网站 Kickstarter 上面成立这个专案哦。在这个专案上呢，铁达尼塔罗牌一共有2种不同版本的设计，一个是普通版的，那另外一个呢是豪华版的。各位在这个画面上看到这个呢，它是豪华版的设计哦。那豪华版的设计哦，它外面呢有一个核桃木所做的盒子。那我会选择这个豪华版的设计呢，除了它外面有一个核桃木所制作的牌盒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哦，是它还附上了一个复刻版的铁达尼号船票哦，这个是让我非常感兴趣的东西哦。那一般版的设计呢，它就只有纸盒的一个包装这样子。那虽然这个专案呢它已经结束了，不过我们依然还是可以在作者的公司那官方网站上面找到这个商品的资讯哦。我相信大家对铁达尼的认识啊，应该大多都是来自于流行文化的一些资讯所获取的，像是一些电视剧啊，甚至还有舞台剧。可是当然呢，就是最轰动全球的呢，是20多年前这个詹姆斯卡麦隆的作品哦，由里奥纳多·迪卡皮欧还有凯特温斯蕾所主演的这个铁达尼号哦。那前几年呢，这部电影它也有3D 重制的这个版本哦。想当年呢，这个 Rose 跟 Jack 的爱情故事啊，不晓得虏获了多少痴情男女的心哦。那句台词 "You jump, I jump"， 那个简直就是经典哦。那其实一开始我知道说这副铁达尼塔罗牌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因为这部电影的关系，它甚至于是好几年来呢蝉联电影票房第1名的哦，一直到后来这个《阿凡达》同样是这个 James Cameron 的作品哦，才又自己突破了自己哦。那我就想说，这个铁达尼塔罗牌它是不是就是搭着这个顺风车啊？这部电影这么有名的顺风车，那会不会就是非常的我不能讲洒狗血，可是就是怎么讲，会觉得好像没有太多可以期待的东西，而且我也很难去想象，铁达尼它要怎么跟塔罗牌做结合呢？但是呢，我整个又错了。当我后来去了解这个铁达尼的塔罗牌的所有设计之后呢，我发现这副塔罗牌真的是不简单哦。因为呢，这个作者 Robert 他本身对铁达尼是非常热爱的哦。他时常去研究去探索铁达尼的一些历史故事之外呢，还有一些什么船员啊、乘客名单啊，他都会非常讲究的去了解哦。所以他会根据一些历史的这些事迹啊，就是实际发生的这些情况，可能里头的一些人物、船员、乘客等等。他们的一些故事也好，或是他们本身的性格也好，去跟牌卡里头的一些人物啊，或者是内容做一个结合哦。而且呢，它的小牌的部分小阿尔克纳牌，我真的觉得它的设计非常的厉害哦。待会呢，我们会来慢慢的做介绍哦。好，那在我开始介绍这副牌之前呢，我要先来聊一聊这个铁达尼它的历史故事哦。我想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铁达尼这个船难事件啊，它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不过铁达尼号的这部电影，这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 ，Jack 跟 Rose 他们其实是虚构的2个人物。
也就是说这个编剧呢，还有导演等等他们是透过这个历史真实的事件，然后呢来安插一个引人入胜的爱情故事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灾难片跟爱情文艺片的结合在谈铁达尼号之前呢，我想先介绍一个人物给大家认识这个人物呢是一个美国的大亨，企业大亨他叫做 J.P. Morgan。这个 J.P. Morgan 他一开始呢成立了一家信托公司叫做 J.P. Morgan and Company 那他一开始是先慢慢的运用他的商业头脑，还有他的一些财力把一些小的银行金融机构等等，特别是那种财务上出了一些状况，然后需要金援的公司，一间一间的呢就把他们并吞掉，然后呢就让他自己就是越来越壮大。可是呢这个 J.P. Morgan 他的版图并不只是如此他的野心非常的大，他甚至于呢还利用投资的名义也并吞掉其他不同产业的公司与企业其中呢包括这个纽约时报因为这个 J.P. Morgan 本人他是住在纽约那这个 J.P. Morgan 他原先成立的公司呢就在华尔街那个区域现在如果大家到华尔街去呢，还可以看到这个 J.P. Morgan 当时的公司建筑那继纽约时报之后呢，他甚至于还并吞了美国的钢铁业煤炭业、矿业还有运输业。那还有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爱迪生我们先不讨论就是电灯到底是不是爱迪生发明的但是就是爱迪生的这个电灯公司，它也是因为不断的投入研发，也消耗了不少的资金那于是呢这个 J.P. Morgan 呢，他一样还是用这个投资的名义，然后呢就把爱迪生电灯公司的股份买了下来。那也因为这样子呢，他成为了爱迪生电灯公司幕后的推手那当这个电灯呢，它正式的发明成功之后呢 ，J.P. Morgan 他在纽约的豪宅呢，就成为了全纽约市第一个有电力照明设备的建筑物，而且它也是全球第一个家里头呢有电，然后呢有电灯的建筑那当时呢还是爱迪生本人去帮这个 J.P. Morgan 点灯现在这个 J.P. Morgan 的豪宅呢，就变成了J.P. Morgan 图书馆暨博物馆。因为呢，它除了是一个野心非常大，然后呢，最后一点一滴、一步一步的创造出它的一个产业版图跟帝国之余呢，它还花了不少的时间跟金钱在它的收藏品它非常非常爱收藏一些珍贵的东西有钱就是很任性，对不对？好，那大家不要觉得说，我讲这个 J.P. Morgan 讲那么多，到底它跟塔罗牌有什么关系？它跟塔罗牌的关系非常的大因为呢，在它其中一项收藏里呢，就是目前当今世界上能够找到最早的塔罗牌它叫做威斯康提塔罗牌，而且呢，在众多版本的威斯康提塔罗牌当中，目前现有最完整的是一个叫做 Sforza 的这个版本那这个威斯康提 Sforza 这个版本呢，它大约是在15世纪的时候所创作的那目前呢只剩下74张，其中就有35张是被 J.P. Morgan 这个大老板呢买了下来现在呢这个35张如果各位到纽约去去参观这个 J.P. Morgan 的这个图书馆及博物馆，可以看到这副塔罗牌它当时的这个拓印版2019年呢夏天我在纽约旅行的时候，非常幸运的就是有参观到这个 J.P. Morgan 的图书馆及博物馆那各位可以在画面上看到我当时留下来的一些照片那刚刚提到这个最早的威斯康提塔罗牌这个版本也就是被称为始祖塔罗牌的这个它的这个 Sforza 版本呢，在市面上我们是可以买得到的这是由这个美国游戏公司所制作发行的那我买的这个版本是有一点点比较早期买的啦，所以这个盒子上面它是绿色的边边不过呢，如果现在各位有兴趣你去买的话呢，它应该已经改包装，就是改成红色的边边了那大家可以发现，就是这副牌它超级无敌大，你看它就像我的手掌，可能比我的手掌还要再大一些的那为什么当时的塔罗牌会这么的巨大？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当时的印刷术还没有这么发达。那我们制作牌卡呢，都是用拓印的方式。那有一些细节因为是用手工去制作的，所以呢就没有办法把它做得太小而且当时也没有电脑这种东西，所以呢这个牌卡呢就变得非常的大好，那今天的重点我不是要讲这个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再去找这个资讯那未来有机会呢，我再开一些我手边有的威斯康提的塔罗牌的版本来给大家做介绍好，
好，那我们把主题拉回到这个 JP Morgan 哦。那刚刚提到说，哇，原来 JP Morgan 跟塔罗牌的渊源是有这么深的。不过，到底 JP Morgan 这个人，他又跟铁达尼号有什么样的渊源呢？当然有哦，因为当时啊，就是有不少的欧洲移民，他们会想要到美洲去重新展开他们的新生活。所以呢，在20世纪初那个时候啊，远洋航海的这个产业呢，就也发展得非常的蓬勃哦。当时呢，有几家比较大型的船业公司哦，其中一家呢就叫做白星航运哦，它原来是一个英国的企业，不过呢，大家猜到了吗？因为刚刚说这个 JP Morgan 它不断的去并吞垄断其他的公司啊、产业啊，所以呢，它也把它的触角深入到这个远洋的船业里头哦，没有错。后来呢，他就把这个白星航运买下来了，所以这个 JP Morgan 呢，它就成为了制造以及航运铁达尼号的这个船公司白星航运的老板。那可是呢，因为当时也有不少抨击它就是垄断企业的一些声浪啊，所以呢，即便在这个白星航运它成为了这个美资的企业，它还是挂着英国皇家邮轮的抬头哦。好，那为什么铁达尼号又叫铁达尼号呢？它就是从这个希腊神话里头泰坦神族的名字 Titans 过来的啊。那在希腊神话当中呢，他们经过了3代神明的统治跟推翻哦。那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宙斯啊，这个众神之王宙斯，他是第3代，所以前面还有2代哦。那这前面的2代呢，都叫做泰坦神族。好，那他们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神族哦，所以呢，这个泰坦就是 Titan 这个字它就是一个非常高大的巨人的意思哦，好，体积很庞大。那在后面的加了这个 ic Titanic 就变成它的形容词，也就是说它是非常巨大的一艘船哦。那的确呢，当时铁达尼在它服役的期间呢，它真的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豪华邮轮。好，那根据历史的记录呢，铁达尼号它是在1912年的4月10号展开它的首次航行哦。那它的出发点呢是从英国的这个南安普顿港出发，那目的呢是到美国的纽约。那当时有非常多的一些政商名流啊，还有一些世界级的首富哦，他们都搭上这艘船。那当然也还有很多欧洲想要移民到美国的这些人呢，他们呢也都是抱着一个美国梦哦，那搭上了这个铁达尼号，即将要前往纽约。但是呢，谁也没有想到这个首航哦，却变成了唯一的一次航行，而且也是最后一次的航行。因为在铁达尼号航行到大西洋上呢，已经差不多是2/3的路程，然后只剩下1/3就到达目的地，但是却在4月15号的凌晨撞上了冰山，然后就沉落了哦。那这也是在世界的和平时期呢，最大的一次船难事件哦。那在这个事件当中呢，大约有1300到1500位罹难者哦。那铁达尼到底有多大呢？好，我们来看看这张图表哦。好，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图里头哦，这个蓝色的呢就是铁达尼号，它的大小呢就差不多是空中巴士 A380这个机型3倍大，再大一点点。好，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人非常渺小的哦。那当时呢，铁达尼号称就是永远不会沉没的船哦，因为它的设备也好啦，或是以当时的造船技术也好啦，不论是船公司或者是设计公司，他们都非常的信心满满哦。那至于刚刚所说到这个很可怕的帝国企业帝国 JP Morgan and Company 现在还存不存在呢？它还在哦。在美国的4大银行里头呢，其中一个就是 JP Morgan 银行哦。那刚刚我也提到了，他当时所做的官邸呢，现在都成为图书馆暨博物馆哦，里面有非常大量的藏书跟一些古文物哦。好，那这个铁达尼简单的历史事件呢，我就讲完了哦。不论铁达尼在你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它可能是一个可歌可泣的历史灾难哦，那它也可能是一个凄美沧桑的爱情故事。但不论如何呢，这艘沉没的铁达尼，它给我们后人无限的想象跟缅怀哦。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开箱吧。因为我不是买那个 Kickstarter 的版本，所以呢，这个牌卡呢，它就没有那个封膜的包装哦。它收到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哦。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刚刚所提到的白星航运公司的它的logo 哦。好，那它呢是非常厚实的一个木盒子哦。我们来把它打开。好，那同样的，我们在这里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个船票哦。
好，我们在这个盒子上一样可以看到，就是那个白星航运的 logo。好，那这整个就是一个核桃木所制作的哦。其实我个人没有这么对这个木盒子有强烈的兴趣哦。我纯粹就是因为要这个船票。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船票长什么样子哦。哇，这个我要很小心的打开它，我实在是不想要破坏它。我的天啊！不要让我破坏它！我现在非常小心翼翼哦，我完全不希望它给我出了什么差错。啊，这个粘太紧了啦！这我怎么舍得？啊，我尽力了，不过还是有点丑，它粘得太紧了。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蜡封上面的这个纹路哦，它一样也是白星航运的这个 logo 哦。好，那我们赶快来看看这个船票长什么样子。噔噔噔噔噔噔，哇！好，我们来看这个最上面，它这个写的是 White Star Line， 这就是白星航运哦。那这张票呢，它是铁达尼的3等舱的票哦，它有分头等舱、2等舱，然后再来就是3等舱哦。好，那底下这边有个标题哦 ，Royal and United States Mail Steamers， 就是英国皇家啊，可是是美国的企业啊，一个邮轮啊，这个 steamer 蒸汽船啊。好，那它的编号呢是13869818，那这里是公司的资料有地址啊等等的。好，那我们看到呢，这个船票上有印着RMS Titanic， 就是这个铁达尼号，那它一共是45000吨。我虽然没有什么概念，不过应该就是很重吧。然后他说 to take in passengers at Southampton， 这个应该就是那个南安普敦港，然后 Queenstown and Cherbourg， 然后是 for New York， 就是要航行到纽约的。那它的航行日期呢是 10th day of April， 然后1912年4月10号。那这个船票上面的名单呢，它好像是随机去印制的哦。这里有看一下是 Richard、William， 还有这个是 Richard、Emily， 这应该是夫妻吧？一个是 William， 一个是 Emily。然后呢，最后一个这个是 Richard、Sibley G 之类的。然后这上面有年龄哦，所以不是哦 ，Emily 是妈妈，然后这个 William 跟 Sibley 应该就是他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吧？好，那这个 deposit 定金呢是12英镑，那 balance 尾款则是16英镑，所以呢total 一共是28英镑。好，所以这张铁达尼3等船票呢就是28英镑。好，那不晓得说当时的英镑跟现在英镑有没有一样？应该不一样吧？好，非常开心啊！我有了这个船票，好，我可以登船咯。大家跟着我一起登船吧。我先把这个票收起来。它变得好丑哦。不过好了，至少票是没有问题的。好，那我们接着来打开这个木盒。哇，它就是长这个样子。好，这是牌本人。当然，这个外面就是纸盒子哦。好，那这就是它的木盒。等一下，我先把它摆好。那刚刚提到就是这个铁达尼塔罗牌呢，它有普通版。那如果选购的是普通版，它就是长这样子，就是一个牌盒。那没有这个木盒，而且呢也没有这个船票，就单这个牌卡哦。那这个牌卡的设计非常的幽暗哦。这是铁达尼号，然后以及让它沉落的这个冰山哦。好，那牌册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我们这个盒子的底部呢，它有一个很简单的介绍，Titanic Tarot Cards， 然后说是这个 RMS Titanic Sets Sail on April 10th, 1912，就是我刚刚说的它的那个出发的日期哦，有大约1500个 passengers，
还有 crew 船员跟乘客，他们都罹难了哦。好，那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 Barclay Mountain Corporation， 好，作者他所成立的公司哦。好，那我们来看看牌卡长什么样子。好，这个呢是牌盒的盖子，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盖子底部哦，它有一个白星航运的 logo。他说呢This tarot deck is dedicated to the souls lost in the sinking of the Titanic。这副牌是献给铁达尼沉船事件的这个灵魂，然后 also to the memory of the 712 souls who survived， 以及712位生还者。好，那我们接着来看看它的内容物吧。这个我要怎么摆呢？这样子摆好了。好，那这个是小白册不是小白册啦，就是一般是小白册，不过因为它封面是黑色的所以不适合叫小白册，就是一个说明指南哦。那这个指南一开始有先介绍牌阵，这个是时间之流，然后接着就是牌卡的介绍了。这个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册子不过它非常的有诚意耶。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全彩印刷而且每一张牌卡呢就是占了一面的篇幅，然后另外一面是它的牌卡的解说还有牌意等等好，这个是大牌的部分。The Minor Arcana 就是小牌的部分好，那小牌的部分呢，它的介绍就稍微简单一些不过它还是每一张牌都介绍到了。好。那接着呢，就是牌卡本人啦。好，我们要取出来咯。这个是牌盒底部的设计这是铁达尼沉到海底的样子那它就是呈现一个深海的蓝色好，那同样我们先摆到一边。好，接着我们来看牌卡本人。这个纸张，我觉得有点厉害它感觉有一点点那种塑胶的触感。那它的牌侧呢，整个是镀上了这个蓝色是一个海洋颜色的概念所以这个牌卡的纸质呢一点都不马虎好，那这是它的牌背。牌背呢，它有点像是。这应该是那个船锚然后这是涡轮吧那它是可以做正逆位的读牌设计那这个牌背其实呢，跟作者先前的那个铁达尼扑克牌的牌背设计是一样的我个人觉得这个牌背非常的漂亮好，这个牌卡真的是很不错它的这个纸质呢很好好，我相信它真的是非常的耐用，而且它非常的滑顺就是一个很好洗牌的概念你看我这样一摊，就很容易就可以把它摊开来好，我相信它也是非常的好推牌。好，我们先把牌盒还有这个船票先收到一边。我忍不住好想试试看来推牌哇，超级爆炸好推！大家看到了吗？再一次你看是不是很厉害？超棒！好，那我们现在就来一张一张的看牌卡本人吧。好，那一样的，我们先从 Major Arcana 大阿尔克纳牌开始那稍早呢，我有提到过这副牌卡是作者他认真去研究这个铁达尼号的乘客名单也包含船员，所以呢，待会我们会看到的这些人物呢，很有可能他们都是真实历史事件上的这些人物不过因为关于人物的部分比较不好介绍，所以呢我就不去解说他人物的资讯。不过我会在后置影片的时候呢，把这个人物的资讯放到画面上那我们就单纯的来看这个牌面的设计就好了。第一张是 The Fool 愚者。这是一个贵妇呢，她正要上这个铁达尼的船然后她带着一只狗，她即将要展开她的旅程嘛。不过呢，没有人知道在这个旅程后面是一个开心的结局呢，还是一个伤心的收场好，那接着我们来看
The Magician 魔术师。这个魔术师，我想他应该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魔术师，他长得非常像铁达尼电影那个 Jack， 对不对？一开始呢，他是个穷小子哦，他没有办法上船所以呢，他的船票是赌博赢来的。好，那也因为这个契机呢，所以他赢得了船票，然后上了铁达尼号，才有办法跟 Rose 相识，然后相恋哦。那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Jack 呢，他前面这个木桶上面摆了这是扑克牌卡，那就好像在变一个戏法。那这里呢，有那个传统韦特的4个元素有杯子、剑，然后权杖跟金币，那也是我们很熟悉的魔术师的样子。再来呢是女祭司，不过它叫做 Seer，The Seer， 一个洞见者或者是先知等等哦。好，那这呢很显然就是一个拿着水晶球，那在窥视未来的一个应该是吉普赛的女人吧那她是不是已经早就看见了铁达尼的灾难呢？那人们是不是会相信她呢？还是会说你别傻了，这可是一艘不会沉的船对吧？好，再来The Empress 女皇。这个女皇呢，她感觉像是一个怀孕的妇人那这个花瓶内的花朵呢是非常茂盛的，传统的这个皇后富饶的意象。再来，这个是 The Emperor 皇帝，这个应该就是那个铁达尼号的总设计师我觉得还不错就是用这个设计铁达尼号的人作为皇帝的代表很合理因为这个铁达尼就是出生于他的设计那是在他的手下诞生的所以铁达尼号呢就如同是他的帝国一样。好，接着是祭司，这个祭司看起来是一位应该是天主教的神父。那这个祭司呢也是我们熟悉的这个韦特祭司的画面好，再来是 The Lovers， 这对老夫妇呢，他们就是在电影当中最后就是沉船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对老夫妇，他们就是在他们的客舱里面，然后相拥，那等待这个水溅进来这一幕真的是让多少观众就是伤心欲绝，然后肝肠寸断那他们两个是真实历史的人物那在纽约有一间百货公司叫做梅西百货，那这个梅西百货呢，号称是在那个年代呢全世界最大的连锁百货公司那它的旗舰店呢就在纽约市我有去过那个地方，它是在帝国大厦附近那这个老夫妇呢就是这个梅西百货的拥有者之一那当时呢铁达尼号沉船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命令是说，一定要先让妇人还有小孩先上救生艇那这位太太呢，她上了救生艇之后，才得知说她的先生是没有办法上救生艇的。于是呢，她毅然决然就回到船上，然后把她的位置让给其他人那她的先生当然会觉得说，你能够上救生艇，然后能够有机会存活下来，你为什么不去呢？但是这个太太非常感人的对他说，Where you go, I go。你往哪里去，那我就一起去。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影片段。那这个电影片段呢，它是被剪掉，没有在电影上播出的No, no, please, Ida, get into the boat. No! We've been together for 40 years, and where you go, I go. Don't argue with me, Isidore. You know it does no good. 好，那各位有没有觉得这个 Where you go, I go， 其实就跟那个 Rose 跟 Jack 讲的 You jump, I jump 是非常异曲同工之妙的无论如何，我们就是要在一起。好，接着是 The Chariot 战车，这个画面呢是铁达尼它还没有正式的航行，而是它刚建造完毕，然后在试航运的样子那这两艘小船呢，就好像战车里面一黑一白的狮子也好啦，或者是马啦，或者是牛啦，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还蛮不错的耶，会蛮让人觉得很惊艳，就是竟然能够想到用这样子的呈现方式不过的确，
就是我们认识的战车啊，对不对？好，接着这个是 strength 啊，力量。好，那这个力量呢，是铁达尼已经沉船了之后救生艇的画面哦。大家可以看到，这很有可能是一对母子。那我们仔细看的话呢，这个小朋友手上他所抱的这个娃娃就是一头狮子。好，那在面临这个灾难的发生啊，想必一定都是魂不守舍、惊魂未定。那面对这样子的恐惧啊跟难题我们需要坚强的意志力才能够度过难关。好，再来的 Hermit， 这是隐者。好，这就是那个铁达尼号的船长哦。这个时候应该是铁达尼还没有沉船的时候吧。深夜时分呢，船长就是提着这个灯要去巡视船的状况哦。就是船长他自己独自一个人，就如同这个隐者在孤独中、黑暗中寻找他的方向。命运之轮这就是船舵，然后有一个水手呢在转动这个船舵，控制航行的方向哦。然后接着 Justice 正义，这个正义呢，看起来是铁达尼沉船之后，然后大家在逃难的一个情景哦。那根据这个说明书的描述呢，这个妇女她是一位失明的人士哦。那因为她看不见啊，所以各有一位女孩跟一位男孩牵着她的手。那这个女孩呢，她看起来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孩哦。那这个男孩呢，却是穿得破破烂烂的哦，一个很富裕，那一个很贫穷。那他们要一起协力把这个妇女呢带到救生艇上面哦。这个贫穷跟富裕啊，正好就是两极的能量哦。那这也是Justice 他所要表现的这个均衡的这个宗旨哦。虽然我们看不见秤砣，不过呢，这很显然就是正义这张牌，对吧？好，再来这个是 The Hangman， 这也是船难发生后，那大家就是在逃难的时候争先恐后造成的悲剧哦。那这个人呢，他整个是被倒挂在这个救生艇上面的，真是一场大灾难啊！好，接下来呢，这个是 The Death， 很明显死神这是一个站在冰山上面的死神，他正在等待铁达尼的到来哦。那准备呢，要为铁达尼的生命做一个了结哦。然后面对死神的威胁呢，即便是全世界最大的游艇依然是没有办法跟命运来对抗的。接着呢，这个是 Temperance 节制。好，那这边呢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男人哦，他不再是天使女性的一个形象，不过他一样呢是将水壶里的水倒往另一个容器里头哦。好 ，The Devil 这看起来像是在铁达尼号船的底部那个烧煤的地方哦。那这里看起来呢是两个工人哦，他们为了要生存为了要工作赚钱，那即便呢是在这么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下，但是他们却不得不接受这个安排哦。不管你情不情愿，你都逃不出这个枷锁哦。好 ，The Tower 高塔，哇，这个很震撼吧？就是利用铁达尼在沉船的那个 moment 来代表破坏跟毁灭哦。那船上的人呢，也都因为重力的关系往下坠落。接下来这个是 The Star 在救生艇上面的一位女士呢，她拿着水壶，然后把水呢往海里面倒哦。她可能是在清除灌入这个救生艇里头的海水哦。那不管说我们眼前的情况呢有多艰难，但是呢，你只要抱着一丝的希望，然后坚持不懈，生命或许还是会有它的出口哦。好 ，The Moon 月亮这是在一个码头我真的觉得这个牌卡真的是呈现的方式非常好哦。那底下呢，这个狗似乎就是在对着这个月圆哀嚎哦。那这个呢，可能是刚出航的铁达尼号吧。那我们都知道，可能动物的感知啊，是比我们人类还要更加敏锐的。或许呢，就在铁达尼出航的时候，这些小狗呢就已经感知到这是个不幸的灾难的开始哦。可是呢，不论再怎么不安或害怕铁达尼号依然还是必须航向纽约哦。好，再来呢，The Sun 太阳。好，这个太阳呢是一对母子，他们在铁达尼号的甲板上面活动的样子哦。那这依然是我们对太阳牌卡的印象哦。只是不同的是
这位孩子身边呢还多了一个母亲。那艳阳呢高高挂在天空中。好，接着judgment， 这是审判。那在稍早呢，我提到过，作者呢他因为在设计完那个铁达尼扑克牌之后，他一直会做梦，对不对？那他梦到的场景是什么呢？他梦到的场景就是这张 judgment 审判。那在这个地方呢，作者赋予了审判这张牌卡呢自己的一个诠释方式哦。我们注意看这张审判，在正位的时候呢，船上的人们他们是很努力的要抢救这些落水的人们哦。不过呢，如果我们是用逆位的方式来看呢，你就会发现救生艇上的这些人呢，他们对于这些落难的人呢，根本是见死不救哦。有的人拿着枪抵制他们，那有的是拿着这个船桨，那这个妇人呢是非常鄙视的眼神，根本不愿意伸手去救底下向他求助的人哦。那作者呢，他所梦到的这个让他印象深刻的画面，就是这张审判哦。好，最后一张这个是 The World 世界哦。那这里呢看起来就是罹难者，或许呢他们好像就是生命的一个终结哦。不过这位女性的灵魂呢，她似乎就好像要飞往这个天堂哦。这是一个阶段的结束也是另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哦。好，那么我们大阿尔克纳牌就看完了，我们接着来看那个 Minor Arcana 小阿尔克纳牌。好我换一个角度来拍摄哦。因为这个铁达尼号塔罗牌，它的小阿尔克纳牌的摆放顺序跟我先前介绍的那个 Forest of Enchantment Tarot 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按照不同的元素来做分类，它把同样号码的牌卡呢全部摆在一起哦。那在这个Minor Arcana 的设计上呢，跟 Major Arcana 的设计是有些区别的哦。怎么说呢？刚刚我们看到那个 Major Arcana 呢，它通通都是发生在海面上的事情，但是这是一个船难，对不对？这是一个灾难，一个悲剧。因此呢，从这个小阿尔克纳牌开始，作者就把牌卡设计在铁达尼号沉船之后，而且呢，场景是从海面上拉到海底下了哦。那这个铁达尼塔罗牌呢，它的小牌设计的非常绝妙的地方，就是在我们如果把所有的1号牌，就是这个 Ace 这个牌，以及所有的宫廷牌都拿掉的话呢，其他的数字牌哦，它们是可以拼成一幅非常大的连环图哦。那这个连环图呢，它正好就像拼图一样哦，可以拼出一艘铁达尼号的样子哦。那因为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牌卡都摊开来，然后拼给大家看哦，所以我就用这个画面的方式来呈现哦。那大家可以看到呢，数字越小的牌卡，表示它就是离海面越接近的位置哦。那随着数字越来越大，3、4、5、6、7，然后一直到10那10号牌呢，已经是在深海底部了哦。那在这个深海当中呢，有一些呢可能是掉落到水中的罹难者，那有的呢是传说中的生物，也就是美人鱼那根据作者的描述呢，虽然小牌呢它所呈现的是铁达尼号沉船之后的景象哦，但是呢，在这里头的人们呢，他们都没有死去。那与其说他们都没有死去呢，倒不如就是他们就像是一个精神的存在哦。那满足了就是我们对于一个悲剧的期待跟想象哦。那同时这些画面呢，也就像作者在梦里头所看到的那个情景一样哦。那我个人觉得他的小牌比较有点像是马赛系统的感觉，可是当然它又没有像马赛这么的纯粹哦，它也是有点那个韦特系统的故事性在哦，就是些许的故事画面哦。那待会呢，我会用过牌的方式把小牌的画面呈现给大家看。那我的解说呢会比较精简哦。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的是1号牌，Ace of Wands， 然后 Ace of Cups。Ace of Swords 以及这个 Ace of Coins。好，那这4张1号牌呢，它既不是在海上，它也不是在海底，它反而呢像是被浪潮冲刷到岸边的样子哦。那一样呢，就是很明显的4个元素哦，权杖、圣杯，那它的宝剑呢是像西洋剑的造型。好，那以及金币，它是用 coin 这个字不是用 pentacles 好，那接着我们来看2号牌。
3号牌、4号牌、5号牌。随着呢数字越来越大，我们可以发现呢，这个水的颜色呢，越来越暗，因为它的深度呢是越来越深，所以光线呢也越来越弱哦。好，6号牌。7号牌。8号牌。9号牌。最后一张10号牌。那接下来人物牌呢？因为他们都是真正的铁达尼号船上的乘客名单，或者是船员哦。那同样呢，我会用后置的方式把他们的资料放到画面上来。第一张呢，这个是 Page of Wands 权杖侍者。Page of Cups 圣杯侍者。Page of Swords 宝剑侍者。Page of Coins 金币侍者。Knight of Wands 权杖骑士。Knight of Cups 圣杯骑士。Knight of Swords 宝剑骑士。Knight of Coins 金币骑士。Queen of Wands 权杖皇后。Queen of Cups 圣杯皇后。Queen of Swords 宝剑皇后。Queen of Coins 金币皇后。King of Wands 权杖国王。King of Cups 圣杯国王。King of Swords 宝剑国王。最后一张 King of Coins 金币国王。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铁达尼塔罗牌它的牌面呢有3种边框设计哦。首先这个是大阿尔克纳牌，它有非常华丽的这种花边。小阿尔克纳牌呢，它是一个无边框的设计。那接着呢 Ace 牌或者是人物牌，它是有边框的设计，不过它采用的是比较简约的边框哦，不像这个大阿尔克纳牌，它有华丽的花边。
好，在电影中呢，结尾的时候，导演那个詹姆斯卡麦隆，他让 Jack 又复活了，以及呢，这个 Rose 也回到青春的时期哦。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再度呢，在铁达尼号上相遇了哦。虽然它可能只是像美丽的梦一场哦，不过呢，它满足了观众的一个期待，并且呢，也弥补了人们心中的一个遗憾哦。那同样的呢，这副铁达尼塔罗牌作者呢，Robert 他也是用创作的方式呢，让这个铁达尼的历史呢，又再度重现在我们的面前哦。或许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艘铁达尼哦，那它不见得是最美的也不见得是一定是最伤心的。不过呢，它很可能就是我们生命里头最珍贵，然后最深刻的。那关于这副牌的介绍呢，就到这个地方。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你对铁达尼的感受，或者是你喜欢这副牌卡的哪一个部分呢？然后那同样的呢，我也会把作者他的公司的官网的资讯，以及这个牌卡购买的资讯等等我会把相关资料都放在说明栏的地方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欢迎你为我按个赞哦。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赶快按下右下角这个订阅按钮，并且呢，把我的影片呢分享给你的家人，还有你的朋友。好，在影片的最后呢，我准备了一系列跟铁达尼相关的照片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看完它，那我也会放上注解跟说明。那非常感谢你来收看我的影片，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